工作到凌晨4点，然后睡觉，然后睡到中午或者中午12点或下午1点。然后下午1点到下午5点，可以再把工作再做4个小时，把它补起来这样。如果你在半夜上班，然后下班是早上，你就出去买早餐吃，就台湾早餐很好吃，哦，对，就觉得很幸福，就好像我现在才开启一天的感觉。哦，真的。欢迎收看《戏骨1000零一夜》，我是瑞秋，我是田宁，我是明燕。我们要回台湾啦！终于很期待，很期待。Rachel 明天要回去，对，然后我跟明燕礼拜3在3天要回去。你是做星宇航空？我是转机。哦，你转机。你要去吃拉面？没有，我只要逛街，然后找朋友吃饭。是在羽田还是成田逛街？羽田。对。那你回台湾还要做什么吗？我要先去看桌球比赛。是小林的票吗？没有，小林没有来。国内比较小众的一些桌球选手。哦。有帅哥吗？有我喜欢的弟弟。你不会回来就死会跟弟弟在一起？没有，那弟弟才15岁耶。太变态了，太变态了。那 Rachel 你要回去多久？我要回去1个多月。了解。对，明燕跟我也是要回去1个多月这样。对，所以像我的话，我是12月中一直到1月底的时候这样。对，然后12月的时候就等于是请假加公司原本的放假。对，然后1月呢就会远端上班，就在台湾，然后继续上美国的班。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在台湾远端上班的话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这样。对，然后如果有类似状况的人都可以参考。那 Rachel 你说你是12月中到1月？对。好，那你公司对于远端上班的 policy 是怎么样？跟 manager 讲好 ，manager 有许可就好。所以我这次是报回台湾，然后远端工作2个礼拜，然后放假3个礼拜，然后 manager 觉得 OK， 那就 approve 了。然后我之前在 Twitter 也是差不多的模式，就是工作个几个礼拜，然后放假几个礼拜，然后也是都没什么问题。哦，所以公司没有统一规定说你在台湾可以工作几天吗？大部分的公司应该都是限制只能在国外工作30天以内，因为税务的问题。但是我们因为没有要工作那么久，然后其他时间放假就没问题，所以就等于不会超过。但明燕公司我记得就可以超久的。对，我们可以3个月远端上班。是因为你们在台湾。说出来了。是因为贵公司在台湾有。对，我们公司在台湾有分公司，这样就可以。对。然后我的公司是只能15天的规定是在海外可以远端工作15天。对，所以就等于3个礼拜。对，然后它是以就是每一个 calendar year， 所以我之前曾经就是 combine 过某一年的年尾15天，然后加它隔年的年首的15天，这样我就等于可以在台湾工作6个礼拜的时间。对，那就可以花更多时间陪家人这样。那我们下一个来聊聊远端上班的话，大家是怎么对美国的时间，因为这时差的问题这样。那 Rachel 你可以分享一下，就是你要怎么对上美国的开会啊，然后跟同事合作。我自己是打算，因为刚回去的时候有时差，所以半夜上班比较不会那么痛苦，所以我是打算直接对美国西岸这边的时间。那这样大概就是半夜可能2、3点起来工作，然后工作在早上就可以下班了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之前也是几乎都是这样。2点的话是美国的10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差不多。虽然之后可能开始上班之后就会越睡越晚，就可能4、5点才开始这样。但因为就是美国这边同事也知道你在台湾，所以他们也比较不会就是早上就一定要预期你在那里。对，然后你只要就是把工时都做完，应该就可以。反正有开会的时候起床就好了。那他们会为了你去调一些 meeting 的时间吗？我是没有特别问过可不可以调，反正我想说真的有 meeting 就起床就好了。这样你睡觉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？我应该都是晚上6点睡到上班这样。可是这样的问题是，就是如果在台湾的朋友，他们不是其实都是白天上班，然后晚上才可以出去。对。那如果你晚上睡觉的话，就是晚上就见不到他们了。对，但是因为我上班只有上2礼拜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没问题。对，然后之后放假我就可以调回台湾的时差，再跟朋友约这样。那你提早回台湾还是有好处，是周末还是可以跟朋友约。对。就变成平日可能闭关在家的感觉。之类的。那当然你也可以调整你的睡觉时间，可能下班之后就睡，然后白天就把它睡完。但是白天睡觉比较难睡。对。主要就是那2个礼拜可以好好上班，然后陪爸爸。那明燕嘞？
因为我们组在上海，我们大组在上海有 team， 所以我跟老板说，那我就跟着上海的时间，其实就台湾时间，对，很方便。其实就是我觉得把事情做完，因为其实你回台湾之后，老板其实就会 expect， 感觉就可以 expect 你说不一定都是绿灯，所以其实你有没有上线他其实不知道，你就把该做的事情做完，然后每天跟他稍微 show update 一下你今天有什么新的进度就可以了。然后像我的话，就是我一开始跟我老板提说我要远端上班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至少半天就是对上美国的时间，因为我觉得要全部对美国时间真的太辛苦，因为如果你真的要符合，比如说他们美国的美西时间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话，其实就是台湾时间的凌晨12点到早上9点，所以就会完全那个作息颠倒这样。对，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就想说就是对半天就好。然后我第一年尝试的时候，我跟老板说好，那我对美国的下午。因为我想说，对美国下午的话是台湾时间的早上5点起床开始上班，这样对，然后就想说这样子培养一个早睡早起的作息，好像也蛮健康的这样，对，然后我爸爸妈妈也是大概早上5点起床，然后后来就发现就是真的是太不可行了，因为就是像刚才说，就是晚上会跟朋友出去玩这样，然后可能大家捷运回家的时候就已经晚上12点了这样，然后晚上12点你就突然要马上睡觉，然后一想到早上5点就要起床上班，我就觉得那个心理压力其实很大，而且就其实有一点睡不太着这样，对，然后所以我去年跟今年都是跟老板说，那我就是想要对早上的时间，美国早上的时间，从凌晨12点工作到凌晨的4点这样。所以你就一天工作4小时啊？哦，没有，不是，我是说对到的时间，就是我就可以先工作4个小时，然后出去玩。睡觉，就是从凌晨12点工作到凌晨4点，然后睡觉，然后睡觉睡到中午或者中午12点或下午1点，然后下午1点到下午5点可以再把工作再做4个小时把它补起来这样，对，然后所以就可以确保晚上的时候还是可以跟朋友出去玩，对，或者是跟家人出去吃晚餐这样。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好处是因为我们组上的 stand up， 然后很多 meeting 其实都是排在早上。所以我等于那些会都还是可以参与得到。但如果像我们就是 team meeting 就不一定在早上或晚上，所以可能这种方法比较困难一点。了解，对。然后我们刚好就是都在早上。好，那我另外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们是，你们那时候跟老板说要在台湾工作的时候的 process 是大概是怎么样？例如说，你们会不会需要寄信跟大家说，然后或者是要不要？在一个系统上登记，就是你在远端工作这样，这种流程上你们有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吗？我跟 manager 报备，然后就是给他就是什么日期要工作，什么日期要放假之后，我不知道他那边会不会 register 什么，但他那边可能会记录一下，然后自己这边再上那个 workday， 就是我们这边常用的一个那个系统，就是去定你的请假的日期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了解。所以他系统上是的确有登记说你会在远端上班几天。我只有放就是我请假的几天。那远端的时间我没有放上去，可是我跟 manager 说，所以我就预期说他们那边会跟 HR 沟通好。了解。我也是就先登记要请那个 PTO， 就是 pay time off 的时间在系统里面，然后跟寄信，就是我是用私讯老板，然后说我哪几天要工作，哪几天要放假，因为我们组如果要请3周以上的话，通常会让 VP 再看一下这样。我们的话，我也是跟老板讲完之后，然后有寄一封信给大家，就是寄给组上的人说，嘿，我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在台湾上班，然后他们的那个 calendar 上就会写说田宁 work from Taiwan 这样，对，然后我就在上面说我什么时候跟什么时候会跟大家之间 align， 然后什么时候可以找到我这样。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做法，因为就是大家 schedule meeting 的时候就会尽量避开你 block 的时间。对，但是好像也不一定是一定要做啦。对。但是自己方便这样子。像我们组上其实也有一些人，就是他可以 work from 其他地方，但是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寄信这样。对，所以可能还是比较 optional 的 follow up 的行为这样。那我们最后一个来聊，实际上在台湾远端工作的话，有什么实行上的困难，或者是实行上的好处？简单来说就是优缺点这样。因为我们公司工作时间还蛮弹性，然后就是也比较责任制，所以缺点没有那么明显。但唯一想到的可能就是，在美国的话可以去办公室，然后跟大家 social， 可能感情会比较好。但是毕竟也回台湾1个月，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没什么缺点。优点就是陪家人，然后可能找一下朋友，然后吃美食这样。我觉得像我刚刚那样从半夜开始工作，然后工作到早上下班，其实我觉得我
我一天可以过得更充实。因为我下班之后是白天，然后就感觉可以出去外面，然后随便走走啊，探索一些东西。跟在美国相比，因为美国下班就晚上，然后其实晚上就也没什么事做，然后外面已经都关门了之类的，就不好玩了。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台湾的话，我反而蛮 enjoy， 就是半夜工作完，然后白天出去随便乱晃的感觉。如果你在半夜上班，然后下班是早上，你就出去买早餐吃，就台湾早餐很好吃，对，就觉得很幸福，就好像我现在才开启一天的感觉。真的，对你这样说我就想到，我觉得好处真的是一天会有很多个部分的感觉，就是我觉得我在台湾一天可能可以比在美国一天3倍的那个充实的程度，这样，对，就是真的工作就是只是一部分，然后当然有一部分就是你真的可以，譬如说跟家人聊天聊很多这样，然后另外一部分是跟朋友就可以出去 hang out 这样，对，然后就觉得生活就是很充实，对，然后我觉得坏处是因为生活的作息真的会蛮乱的，对，就不管是我之前早上5点起来上班，或者是后来变成凌晨12点开始上班，我觉得那个睡觉作息都变得有点奇怪，所以我在台湾会上班3个礼拜，然后通常第1个礼拜、第2个礼拜我觉得都没事这样，对，然后都还是觉得很新鲜这样，但我觉得到第3个礼拜就会开始就是很累，然后可能就算睡了8小时起来，就还是会觉得很没有精神这样，对，然后就会开始脸上会冒很多痘痘啊那些的，对，所以那时候就会开始很想要赶快回美国，就是可以有个正常的作息，然后好好睡觉了这样。对，如果是回台湾工作，我是建议就是刚回去的那段时间工作，然后剩下的就放假，就不要想说前面先工作，然后放假，然后再工作。这样你这个时差你已经回不去了。对，就调来调去了。那我跟你相反，这样我应该要12月先工作，然后1月放掉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也是。那看大家，对，我觉得这样不错。也是对但我觉得12月放掉有个好处是12月大家其实通常比较那个在放假 mode 了。对，就美国人就已经开始就是Christmas 假期这样很期待放假这样。然后1月就是可能1月中开始就会比较要回来认真上班了。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跟大家聊了一下，我们就是接下来要回台湾，然后还有回台湾就是上班的 schedule 这样。希望这支影片有让大家更知道我们在美国科技公司上班，那回去台湾远端上班的工作模式大概是怎么样，然后优缺点是什么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海外生活不孤单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时候就要业配Garmin的手表有睡眠指示。那我们的苹果手表呢？里面有睡眠指示，还会记录你每天的 body energy。可以推荐你最适合的运动。Garmin说他没有要业配。对啊。那你都会去哪里玩啊？我自己是蛮喜欢一个人在台北乱走的。对，然后可能带个相机去。你会一个人去巴黎吗？巴黎，一个人去淡水巴黎，对，有巴黎，为什么是淡水巴黎？对啊，有一种很漂流的感觉。漂流，我喜欢流浪。对。